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林晴。你有没有发现，这回中共的 AI 强国梦真的撞墙了？华尔街日报刚爆出，中共已经急到亲自下场分配晶片，强令中芯国际先满足华为，还有科技公司被逼到把上万颗晶片绑在一起用，甚至靠走私英伟达晶片续命。更离谱的是，官方一边封杀英伟达，一边又暗地想靠它救命。工程师骂国产晶片热到能煎蛋，系统3天2崩。而就在北京焦头烂额的同时，川普一句 G2 要回来了，让中南海炸锅。中共外交官又爆粗口骂日本首相，战狼外交彻底翻车，晶片被掐，外交失控，台湾反而登上国际舞台。这场看似科技战，背后其实是一场正在失控的权力较量。中共手中的先进晶片极其短缺，绑住了习近平赢得 AI 竞赛的手脚。华尔街日报11月12号报道，由于急缺先进晶片，中共政府开始插手中芯国际的产出分配方式，优先满足华为的需求。在先进晶片紧缺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公司想到了变通方式，把成千上万的晶片捆绑到一起来训练 AI 模型，有的干脆走私英伟达晶片。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就这么做过，想想看，把这么多的晶片捆绑到一起非常耗电，而且会很快发热。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韩国釜山的会晤中，决定不讨论向中国出口英伟达新款晶片的可能性，这样做的安全风险很高，可能会增强中共的军力。许多专家表示，量化中国的半导体生产非常困难，但即便是最大胆的预测，也无法覆盖其国内需求，凸显出中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面临的挑战。智库进步研究所的技术研究员赛义夫·汉说，你可以把这些数字乘以5，可能还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中共渴求美国的先进晶片，却不让国有数据中心使用英伟达的晶片，一些数据中心甚至将已投入使用的英伟达产品停用。中共有关部门还告知企业不要使用英伟达 H20。 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为了与美国谈判获取更好晶片而摆出的姿态。中共禁止使用英伟达晶片，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因为工程师们习惯了英伟达的专有软体生态系统。一些人表示，他们在使用国内替代品时遇到了困难，并列举了诸如过热、系统崩溃和缺乏软体支持等问题。在限制措施之下，一些半导体公司，比如总部位于上海的木西集成电路，正基于较老且更易获得的工艺设计晶片，通过将2枚或多枚小晶片封装在一起，来弥补算力的不足。知情人士说，中国公司的捆绑式晶片策略推高了数据中心能耗，促使多个地方政府开始对相关企业给予电费补贴。一些企业深知英伟达晶片的好处，他们继续走私这些晶片，或利用云端运算，在其他国家远程使用这些晶片。中国能够自主生产的晶片存在局限性。美国已禁止对华销售极紫外光刻机，这种设备可在矽晶片上刻下由数以10亿计的晶体管填充的微观图案。中国的晶片制造商不得不依赖效率较低的旧制造技术，这会增加出错的可能性，并导致成品晶片的良率下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9月的一份报告中估计，若用中芯国际的工艺制造华为的先进 910C 晶片，每100枚生产出的晶片中，可能有多达95枚无法使用。进步研究所最近发现，今年美国可与英伟达顶级 B300 比美的晶片产量将是中国产量的近25倍，预计到明年，这一差距将扩大到约40倍。在汉和许多专家看来，中国的晶片短缺和供给困境表明，美国的出口管制正在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即便是允许中国获得降配版晶片，也有助于缩小双方在 AI 算力上的差距。
中国企业和中共政府不遗余力地应对美国近期的出口限制措施，凸显出这场 AI 霸权争夺战是多么利害攸关。这表明，中美虽然达成了贸易休战，但这个休战依然非常脆弱，中美关系在深层依然是剑拔弩张、波涛汹涌。中共的特点就是说话不算数，撕毁合约是家常便饭。彭博11月12号报道，美中贸易休战不到2周，北京向美国采购大豆的动作似乎已陷入停滞。据匿名的交易员透露，中国上月底连续下单采购美国黄豆本季的首批订单后，进口动能已经明显减缓，目前并无新的出货记录。新加坡 Stonex 集团农产品经纪人康伟强指出，业界普遍认为，据报中国承诺采购1200万公吨美国黄豆，比较像是外交姿态，而非具体贸易协议。尽管中国榨油厂需要在12月到1月期间采购部分大豆以应对供应空档，但业内估计这部分需求最多也就几百万吨，远低于美方宣称的至少2500万吨的年度采购目标。中共在采购美国大豆上陷于停滞，这让人联想到中共计划中的稀土、卫一铀制度，都是在中美关系上加进的不确定因素，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共在中美关系中不断掺沙子的同时，中日关系也因中共驻日外交官的战狼言论跌进谷底。最引人注目的，中共官媒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以一种爆粗口的方式加入战圈，与一个所谓负责任大国的身份非常不吻合。11月12号，玉渊谈天使用满嘴喷粪、脑袋被驴踢了这类极其粗俗语言，怒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高市早苗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企图插手台湾问题，但自身绑上分裂中国的战车必将自食恶果。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不是高市早苗，而是中共战狼薛健与玉渊谈天。请看玉渊谈天这句话，这些年日本首相都短命，最近5年已经历4任6任首相，但像高市早苗这么不想干的还是头一个。高市恐怕要付出代价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干涉日本内政吗？而且与薛健一样，言辞中带着浓浓的威胁。文章对高市表示自己的发言符合政府既有见解，不会撤回或取消，感到非常愤怒。这场中日交锋的口水战围绕的中心其实正是台湾。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1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录音机一样的重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分析认为，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引爆北京超乎异常的战狼式围剿，其背后不仅是外交抗议，更是一种刻意的历史武器化战略。CNN 认为，北京正试图将当前的台海议题与二战及日本殖民历史进行捆绑，将统一台湾论述塑造成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最终章。CNN 的核心论点在于，北京此次的激烈反应并非仅针对高市早苗的鹰派立场，而是借此机会向国内外强化其特定的历史叙事。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的发言印证了这个分析。他在回应高市早苗言论时，回避了现代国际法，而是强调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80年前，我们击败了日本侵略者，收复了台湾。CNN 认为，这正是北京将台海现状定义为二战历史遗留问题的策略展现。CNN 同时也分析了高市早苗本人的背景。作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门徒，他以对中强硬的鹰派立场著称，不仅在就任前就曾访问台湾，更在 IPEC 峰会上与台湾代表会晤，早已被北京视为红线人物。CNN 总结认为，这场看似因一句话引发的外交风暴，实则反映了北京正如何利用深刻的历史创伤来为其当代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透过将统一台湾与洗刷百年国耻、完成抗日战争的最后一里路进行连接。
北京得以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并在国际上为其对台主张寻找历史上的合法性。川普对台湾问题一直没有亮出底牌，这很可能是一种战略考量。作为成功的商人，可以说是身经百战，胸中没有韬略，称不上谈判高手。因此，川普迷惑了中共，以致西方主流媒体。英媒《经济学人》报道，据北京内部人士透露，中共精英阶层越来越觉得川普对北京非常软弱。北京内部人士将川普视为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些专家呼吁，可透过川普爱当和平缔造者的情节，说服川普公开反对台独。据中国学者说法，川普将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不只敦促中国购买美国商品，也欢迎中企赴美投资。在川习会召开前，川普就曾在社群平台发文说 G2 即将召开。美联社指出，这则贴文不仅可能以揭示川普对美中关系的态度，让注重国际形象的北京欣喜，却也引发美国盟友对中共影响力持续上升的忧虑。川普时不时会流露对习近平的好感，这也让人感到迷惑。法广11月11号报道，这几日川普零零碎碎但很密集地提起中国以及习近平。川普拆除白宫东翼，修建宴会厅，被指大兴土木，引起争议。福克斯记者询问这样做的理由，川普解释说，如果中国的习主席来访或者举行什么大型国事活动，我们根本没地方办。法媒报道称，川普第一反应想到中国领导人来了有地方招待，习近平可否感到荣幸？最令人困惑的是，福克斯记者提到薛健的贴文，问川普说，中国不能说是我们的朋友吧？川普回答说，很多盟友也不能说是朋友，他们占我们便宜的程度超过中国。这给人的感觉是，川普说话老让着中国。不仅法媒对此相当困惑，法国学者也很困惑。11月12号，法国地缘政治学教授菲利普·勒科雷在《回声报思潮》栏目发表文章，认为川普是唯一一个从他最近与习近平的会面中看到了 G2 回归的人。G2 的表述让盟友感到恐惧，对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却是个好消息。美中都有重要的政治日程即将到来，最明显的例子是2026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2027年中共21大。因此，勒科雷认为，美中之间的休战很可能只是短暂的，最多持续1年。在勒科雷看来， TikTok 与台湾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关于台湾，尽管南海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以及华盛顿就中共可能侵略时是否提供支持的辩论不断增加，但双方并未正式提及。所以，川普的 G2 想象是最令人费解的，这让人联想起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冷战对峙。在那场对峙中，欧洲、亚洲及其他国家都只是配角。今天，北京倡导多极化，正如他擅长的论坛所示，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与非洲联盟、东盟，又或者现已低调的16+1中东欧国家加中国等区域组织的对话，习近平也必须顾及其战略、政治和经济伙伴普京的敏感性。中俄两国拥有长达4200公里的共同边界。其实，川普处处让着习近平，似乎是别有深意。川普在11月2号突然说，他已经下令五角大楼恢复核试验，因为目前除了朝鲜，俄罗斯和中共也在进行核武器试验。在川普看来，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是毁灭性的，但非常遗憾，中共和朝鲜都在进行着核武器试验，不但扩充着他们的核武库。而 G2 的概念并不是像中共所沾沾自喜的，好像是川普故意抬高了中共的身价，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意思，而是一种警告，与最大的敌手和最大威胁的意思相去不远。中共作为美国的最大威胁，是不能用常理猜度的。如果把它逼到绝境上去，它很可能会发疯，那时说不定会使用核武器，那将是人类的大灾难。
所以，对于这个理智不清的最大敌手，川普正想方设法地进行安抚。我们自然会看到朋友关系很好这样的表述。也就是说，目前美中之间的冷战，其复杂性和纠缠不清的程度，早已经超过了当时美苏冷战。川普深知其中的厉害。如今的天象对中共越来越不利了。中共想借助台湾重新塑造中共历史叙事和合法性的日子正在成为过去。最近，国际社会出现了2件让台湾扬眉吐气的大事。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在欧洲的演讲带来一股台湾旋风。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南海对话，台湾作为利益攸关方正式受邀出席，尽管中共百般阻扰抗议，主办国菲律宾最终顶住了压力。台湾与会学者、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副主任陈志杰11月10号表示，由于中共施压，主办方直到最后一刻才将台湾列入参与者名单中。在中共扬言缺席会议抵制的情况下，主办方只好在中共讲者上台的几小时暂时从官网撤下台湾相关资讯，在中共讲者下台后又恢复。与萧美琴在欧洲的演讲类似，他们都使用了一样的战术，都是打了中共一个措手不及。这样的事件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巧妙结合。发生在欧洲和菲律宾的事件，将来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并会成为伴随中共垮台的历史见证。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